在太原城外，有一位年轻书生，名叫王生，家境殷实，品貌端正，一向以读书求仕为志。这一天清晨，他出城散心，走在郊外的小径上，忽见前方柳荫之下站着一位女子。她身穿薄衫，形容憔悴，满脸楚楚可怜之色，一双眼含泪光，却依旧掩不住绝色容颜。王生一见，心头微震，忍不住上前询问：姑娘何故独行于此？天寒路重，若有急难，不妨直言。女子抬头，语气哀婉，声音细若蚊鸣：小女子父母早亡，继母狠毒，将我卖给妇人为妾，那人家非打即骂，我实在活不下去，只得趁夜逃出，却无亲无靠，只求一处容身之地。王生听得心中一阵酸楚，再看他眼神清澈，语气哀婉，顿时心生怜惜。他思索片刻，便说：我家就在前面不远，若姑娘不弃，可暂住寒舍，待之后另做打算。女子听了，盈盈一拜，含泪道谢。王生将她安置在自家书斋偏室，吩咐下人不得声张，只说是远亲投靠。他每日送饭送水，嘘寒问暖，女子温婉贤淑，举止端庄。王生渐渐动了真情。时日一长，他对这女子愈发着迷，常在夜里与她相对而坐，谈诗论词，情意暗生。邻人虽有闲言碎语，说他与女子行迹暧昧，但王生一概不理，早已将名节抛诸脑后，只觉他是世上少有的佳人。然而事情在一个深夜出现了转变。那晚，王生半夜醒来，口干舌燥，起身欲取水饮，路过书斋外，忽见门缝微开，一丝灯光透出。他心生好奇，凑近偷看，却见女子正坐在灯下，背对房门，缓缓将自己的脸揭了下来。那张绝世容颜，如同一层薄膜，被他双手揭开，下面竟是满脸青筋，獠牙外露，双眼血红的鬼魅脸孔。那一瞬，王生几乎捂不住口鼻，心跳如擂鼓，冷汗直流，几乎要跌倒在地。他屏息退开，满脑只剩一句话：这女子不是人，是妖。回到房中，他一夜未眠，天亮后强作镇定，暗中四处打听，果然听闻市井间早有传言，近来太原城有妖孽出没，专门魅惑男子，夺其性命。王生越想越怕，但白天在观女子，她依旧举止得体，眉目如画，笑容柔和，对她温言细语，丝毫无异常。他开始怀疑，莫非自己昨晚是看错了，是梦还是幻觉？他心中挣扎不定，终于决定亲赴城外道观求助。道观中，一位年迈道士听他叙述，神色肃然地说：你眼见非幻，那物乃鬼魅，披人皮以惑凡眼，久处不除，命将不保。说罢，从袖中取出一张护身符交给他，语气严峻：妖物既起你家，邪气已入你心，若再迟疑不决，性命堪虞。王生接过符，满面冷汗，只觉全身发寒。他将护符藏入衣内，心惊胆战地回家，心头如悬大石。当晚，他鼓起勇气，言语间暗含试探：这些日子，姑娘可曾听闻什么怪异之事？女子原本微笑，忽然眼神一变，声音低沉如风中烈木：你去见了谁？有人对你说了什么？王生一时语塞，心虚胆怯，勉强笑道：无甚，只是听人胡说。女子冷冷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转身而去。那夜，王生再难成眠，只觉屋外阴风阵阵，耳边隐隐传来低语，如泣如诉，似有鬼哭之声在书斋回荡。他紧握衣内的护符，背脊发凉，心知此妖未除，性命悬丝，下一夜恐怕将是死期。天色才刚亮，四下寂静的连鸟鸣声都未曾响起。王生刚从一夜惊惧中勉强合眼，不料还未清醒过来，一道阴风便猛地掀开房门。那女子冲入房内，脸上不见往日的温柔婉约，而是满面杀气，双目血红，衣袂飞舞如鬼魅临身。她冷笑一声，
语气如冰：“你竟敢疑我！”话音未落，只见他双手猛地一撕，将那张绝美的皮囊从脸上扯下，啪地摔在地上。瞬间，一张青面獠牙、血肉模糊的鬼脸显现，牙如钢针，舌似毒蛇，整张脸狰狞扭曲。王生来不及闪避，只觉胸口一凉，那妖怪已伸出尖爪，划破衣襟，直刺胸膛，血光乍现，鲜红直涌。他竟活生生地从王生体内掏出一颗跳动的心脏，紧握手中，旋即化作一道黑影，消失于晨雾中。房内血腥弥漫，王生倒卧床上，双眼圆睁，气绝如死，满身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家中仆人听闻异响奔来，一见此景，无不惊恐万状，尖叫四起。王生的正室妻子闻讯赶到，见夫君暴毙，胸口竟是空空如洞，整个人如纸片一般瘫在地上，哀痛之声直冲屋梁。家中长辈赶忙报官，也请来道士为王生超度魂灵。邻人闻讯，议论纷纷，皆说王生好色成癖，竟收留不明女子藏于内室，如今落得惨死收场，也不过是咎由自取。王妻一边处理丧事，一边泪眼婆娑，不肯离陵半步。他日夜守在陵前，心如刀割。他不是没听人劝过，但这一切来得太快，太突兀，她怎么也无法接受丈夫会死得如此凄惨。这天傍晚，天色昏暗，风沙四起，一个衣衫褴褛、满脸赖疮的和尚提着破钵，晃晃悠悠地走进王家。他站在灵前，盯着棺内王生的尸身看了好一会儿，忽然发出一声长啸：“呵，这人哪还能救呢？”旁人闻言皆是惊愕，有人嗤之以鼻：“死人怎么救？你这赖头和尚，莫非是来闹事的？”和尚也不恼，随口说了几句王生的死状，血从胸中如泉涌，心被妖爪摘出。那妖女穿着男子旧衣，脚步无声如风。王妻一听，脸色大变。这些情景他未曾说过，只有在场亲眼所见者方知详情。他颤声问道：“大师，你怎会知道的这般清楚？”和尚笑而不语，挥手指着棺内的王生：“他虽无气息，但魂魄未散，身壳尚存，若能寻回心脏，还可续命。”家人听罢，将信将疑，心中仍怀疑这不过是胡言乱语。唯有王妻双膝跪地，磕头如捣蒜，苦苦哀求：“求大师救我夫君一命，若能起死回生，我愿倾家奉还。”赖头和尚不动声色，淡淡道：“心脏被妖藏于城东破庙地窖，须由血亲亲取，方可取回。”众人面面相觑。那破庙早成废墟，蛇鼠成窝，更传闻常有鬼火乱窜，要一名弱女子前往取物，无异于入地狱。但王妻却眼神坚定，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去。”当夜月黑风高，王妻披上深衣，手持灯笼，独自一人踏上城东小径。临风呼啸，破庙伫立在山丘之上，枯藤缠绕，断瓦残垣，阴气弥漫。他推门入内，踏上吱呀作响的木阶，灯火摇曳之间，忽见墙上有黑影一闪而过，似有东西在屋内游走。他强忍心慌，摸索着走入地窖。那地窖阴湿狭窄，满地骷髅烂泥。他屏息而行，终在角落见一只灰布包裹的瓦缸，瓦缸上画着诡异符号，内中正盛着一团上温的鲜血与跳动的心脏。他正欲取走，一道人影冷不防从阴影中扑出，是一名凶恶的骑者，双眼通红，嘴角淌咸，恶狠狠挡住去路，想拿着心脏跪下来求我。他大声咆哮。王妻一怔，未动。骑者怒吼一声，朝他脸上吐了一口痰，脏臭之极。王妻身心皆辱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却仍咬牙强忍，缓缓跪下，双膝跪地，额头贴泥。他低声哀求：“请将那心给我，我夫命悬一线，求你成全。”骑者冷笑片刻，终于让开身形，挥手道：“拿去吧。”王妻颤抖着双手捧起心脏，包好后飞奔而回。灯笼早在途中熄灭，
夜色中，他跌跌撞撞，满身泥污，终于赶回王家。赖头和尚仍在灵前盘坐，见他回来，点头称是，取出朱砂、黄纸、符咒与香炉，阵法不好，命人将王生尸身平放于卧榻，褪去里衣。他手持朱笔，在王生胸口画符，口诵咒语，纸符焚于炉中，香烟缭绕，整个房内四起薄雾。随着一声低喝，天灵地灵，归气返魂。他将心脏放回王生胸腔，按住伤口，不断诵经。片刻后，王生的胸膛竟微微起伏，嘴角微张，吐出一口浊气。王妻惊呼：他动了！众人屏息凝神，只见王生双眉微动，喉中发出呻吟，原本苍白的脸颊竟见有血色回转，伤口慢慢愈合，虽未全闭，已不再见骨。场中顿时响起一片惊呼与哭泣声，有人直呼见鬼，也有人双膝跪地，当场磕头。王妻早已泪流满面，紧紧握住丈夫冰冷的手掌，喃喃呼唤：王郎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。赖头和尚则沉默不语，收起香炉与符笔，转身缓缓离去。屋外晨曦出现，鸟鸣声重新响起，似乎一切又恢复了生机。但这一夜的惊魂，众人皆不会忘记。王生重返人世之后，最初几日意识仍有些混沌，眼神呆滞，举止迟钝，仿佛灵魂尚未归位。直到第7日清晨，一缕阳光照进房中，他才像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我还活着。他环视四周，见妻子守在床前，面容憔悴，眼底满是血丝，但双手却温柔地握着他，眼泪潸然而下。王郎，你终于醒了。王生望着妻子，记忆渐渐涌回脑海，那张惊艳的脸，那曾被撕裂的人皮，那瞬间破胸夺心的剧痛，所有荒谬与可怖的场景如潮水般涌现。他强撑着坐起身，握住妻子的手，眼眶发红。我王生愚昧至极，竟贪恋皮相，引狼入室。若非你一念不弃，跪你起命，我早已坠入黄泉，魂销地府。说罢，他热泪夺眶，一语未尽已哽咽难言，痛哭失声。妻子抚着他的背，也忍不住落泪，两人相拥而泣，情感比从前更为深厚，仿佛共历一场生死劫，方知此生此爱的可贵。康复之后，王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寻访那位赖头和尚。他带着贡品、银两，沿途访庙求人，无论是城中佛寺、郊外道观，甚至乞丐聚居之所，都不曾见其踪影。有邻人告知，我曾见那赖僧化身为青烟，直升树梢，顷刻不见影子，说不定是神人显化。王生听后沉默许久，只能焚香再拜，心中感激，无以为报。数日后，道观的长老闻讯前来造访王家，王生备上香茶款待。长老落座后，目光深远地望着他，缓缓开口：你这一遭走过鬼门关，想必有所悟。王生俯首称是，道：我因贪色之心，招妖致灾，几乎赔上性命，所幸上天垂怜，留我残命以忏悔。长老点头，捻须说道：那妖非狐非仙，实乃鬼魅之类，专善幻化人形，披皮惑人，最难防者便是那张画皮。画皮？王生皱眉。长老解释，此类妖物将人皮剥下，以符咒细绘其形，再贴于己身，乍看与人无异，肌肤可动，眉眼可笑，为深夜卸皮之时，方露其本形。此等画皮之术，乃地狱幽咒，邪气至盛。王生听得毛骨悚然，回想那夜所见，仍不寒而栗。长老语重心长地说：凡世之祸，多起于贪。色者，祸也。色之所迷，不知真伪；色之所动，心即沉沦。你既得再生，当以忏悔为志，修身为本，戒色为根。记住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劫。王生深深一拜，口中发愿：自今以后，我王生不敢再以貌取人，不敢因色动心，愿诚心向道，修行明理，
与其共度余生，远离虚妄。长老心未离去，王生自此每日焚香诵经，洗心涤虑，不问浮华。然而那妖女尚未现形，自那夜夺心离去后，便再无消息。直到数月后，城中有道士夜巡，忽在城外山林之间发现一处妖气冲天。道士施法探查，见一女子盘膝坐于林中石台之上，双目闭合，气息诡异。道士未惊动，悄然布阵，夜里持拂尘将其困于符阵之中。女子大惊，一跃而起，赫然现出妖形，鬼气纵横，青面獠牙，尖声怒吼：“你敢动我！”道士喝道：“妖孽，画皮惑人，残害生灵，今日休得再逃！”他记起天罡法器，连施数咒，符光大作，浮尘如电。妖女周身烟雾翻滚，试图遁形逃走，却被阵法压制，寸步难行。天际忽然一声雷鸣，无云而电，自空劈落。那道紫雷贯穿天际，直击妖女头顶，当时发出一声凄厉尖笑，整个身体扭曲爆裂，化作一团黑气四散，顷刻无踪。妖灭之后，山林重归寂静。这件事传回城中，轰动一时，百姓皆说那妖女当年迷惑书生，夺心为食，如今终遭天诛，皆啧啧称奇。也有父母拿此警戒子女，莫恋色相，莫信美貌。王生闻讯，长叹一声，与其携手赴城外焚香谢天，并于道观前立石为志，名曰贪色一念，差点断命；情真一念，换回人心。此后他与妻归隐乡间，不再追求功名利禄，闲时耕田，暇时读书，焚香礼佛，诵经养性，过着淡泊平静的生活。邻人常见他手持经卷，端坐树下，妻子为他送茶送饭，夫妻恩爱如昔，无半分怨尤。王生也从不谈及往日之事，只将那一段惨剧藏于心中，作为警示的痛记。这件画皮之事，后来被地方文士记入志怪笔记，流传后世。世人提起，皆知那妖媚之术，最可怖者非利爪利牙，而是那一张能笑能媚能语的假面皮。他提醒人们，皮相之下，真假难辨。所谓美色，往往是灾祸的伪装。唯有一颗正直之心，不为色所动，不为形所迷，才能安身立命，远离妖邪。